你好，我是 Poppy，今天跟大家分享10个值得听的职业建议。那这篇文章呢，来自 ADP List，他们是一个很有名的针对 UX researcher、UX designer 做的一个社群，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导师或者是很多有用的资讯，来帮助人家学习成长，成为一个更好的这个用户体验设计师。那他们这个文章列了21个这个 career advice，但是我个人觉得有10个是特别值得就是听取的。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然后第一个说 set your boundaries or get pushed around， 就是你要确立自己的底线边界，不然你只会被人左右。那我觉得在职场上打打混了10年，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像可能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有抱负，有很多野心，但是最后你没有设立底线跟边界，你就会一直的投入，一直的投入，并且你的公司、你的上司、你的同事只会一直就是索取、索取、索取。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在职场上摸爬滚打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你要学会设立自己的底线跟边界，这样子才能就是保有自己身心灵的健康。然后下一个呢是 paper qualification does not equal common sense， 学历不代表常识。就很多人甚至很多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常常第一关筛选就是我一定要就是什么哈佛啦，然后藤、常春藤这种学校。那你进入职场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当然啦，大多数人都还是就是有头脑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常态。其实真的学历不代表常识，不代表你这些人真的是有想法、有能力，或者是有简单来说脑子。对，然后下一个 chasing passion without having any skills will crash and burn。就是说，你一味的追求热情，却没有相应的技能，你最终会一败涂地。这个其实在职场上，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有点子，然后他也确实对他这一行这一业有热情，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不管是工作里面或者是工作外持续的进修，你可能就是一直在做很多无用功，然后最后要不是就是事情做砸了，你失去了公司或上司对你的信任，那或者是你就算做了再多努力也没有任何回报，那没有成果，你的这个晋升机会就是没有，因为人家看不到。对，所以希望大家在就是保有自己的热情的情况下，人就能有更多时间去打磨自己的技巧。那下一个 People choose bad jobs because they lack self-awareness. Most people attribute it most people attribute it to a lack of choice, but the truth is that's far from reality. 就是说，人们选择不好的工作，往往是因为他们缺乏自我认知，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那大多数人会觉得，就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那其实并不是最准确的。有的人他做出选择，并不是因为他知道那是最好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或者是他不知道什么选择更适合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段话有点争议，但是还蛮就是撞击这个心理的，就是说，不管是在职场或者是在人生中，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想的不够多，自己反省的不够多，可能真的就是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那下一个 ，If you don't ask, you don't get it。这个在职场上就是这么残酷，你不开口，你就什么都没有。真的就是你不要觉得哦，我就是一直努力做好我的工作，这样就够了。是没错，你做好工作是本分，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把自己做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人家根本就不会知道。那人家不知道，就等于不存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如果你有就是定期的跟你的领导、你的 manager 有这个1对1的 meeting，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做的工作成果，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就是非常上进、积极，想要就是争取更好的机会，想要往上爬。只要你问了，这个就会让你的 manager 知道，然后这个事情会在他们心上。如果他们是好的 manager，一般都会就是愿意去协助你、帮助你。然后等到有适当的机会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就是愿意去把你推荐上去。所以一定要开口问，要，或者是至少要让人家知道。那下一个 quality work beats sexy ideas anytime. Be the person who produces quality work and does only not scream ideas. 然后这个就是说高质量工作大于华丽的点子，简单来说是这样。就是像我刚刚说到，我们真的要确保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好的，质量是高的。那很多时候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很聪明，很有想法，但是你要知道，在工作场合里面，你有再多好的、棒的、完美的想法或点子，它如果不能成为现实，它终究只是点子，它终究不如甚至一个低质量的这个工作成果。所以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高质量的工作成果。当然，华丽点子可以有，但是你要确保你有办法去实践它们。下一个 ，Productivity without clarity is like driving fast in the wrong direction. Clarity will provide you with more long-term wins than you imagine. 这个我也觉得很有这个感受，就是说，你就算再有效率，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是知道你到底在为了做什么而有效率，你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飙车，但是你不知道要在哪个出口出去，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它就只会带你越跑越远。那英文在这里是 clarity， 我其实这么多年越来越喜欢这个词，就是其实很少人或者是事情能达到 clarity， 就是清晰明确。那比如说在人和人沟通的时候，可能你的同事想要表达的是 A， 但是你听进去是 B， 然后你们的合作出来的东西变成 C， 那这个就是一个团队缺少 clarity 产生的问题。那就像一家公司，如果这个 CEO 他其实有远大的抱负和野心，但是他对自己的公司没有 clarity， 那这家公司其实就是一盘散沙，因为下面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那一家有 clarity 的公司呢，其实就像所有员工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整个公司就是一起朝一个方向前进，而不是像一盘散沙那样从不同的方向前进，然后就整个被东拉西扯，停滞不前。然后，对，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也真的很受用。你自己对自己的，不管是人生目标规划，还是说平时生活中跟人家相处，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 clarity？你够不够清晰明白你想要沟通
那沟通的内容能不能达到沟通最后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呢？下一个 outcome larger than output. Reality is people will judge you by the result of things you do, not by how many processes or frames you set in place. 那这个就是现在在公司里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生产东西，或者是我们在开发一个新产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明白，我们开发这个东西的成果是什么，我们想要达到的成果，而不是我们究竟产出了多少东西。就像比如说这个 Facebook，我们知道它有很多按钮、很多 feature、很多功能，但是今天如果 Facebook 它其实只奖励那些高产出的员工，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到最后整个屏幕全部都是按钮，全部都是功能，因为大家只想着越多 output 越多产出越好，所以就越来越多 feature。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 focus 在成果上，那我们就会说，比如今天那个点赞的按钮，能为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用户，或者是多少这个英文叫做 daily active user，就是每天活跃的用户。那这个就是一个叫做成果的代表。我们建造这个新功能，它背后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达到了？而不是纯粹的只是产出了多少东西。那在公司里面，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做再多，如果那个成果不能就是跟公司的目标契合，那还是没有用的。然后第9个 ，confidence comes from competence， 自信源于能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能还在学习，还在摸索，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蛮不自信的人。那这个我也透过很多就是学习，才慢慢的找到真的所谓的自信。因为当你学习的越多，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其实自己是可以应付的，好像其实自己是有那个能力的。那这个自信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那还有一个名词叫做 imposter syndrome。那之后我会找个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那现在我们就先对记住，自信源于能力。然后最后一个，他这个作者说，他有一个朋友离开了一个大家都羡慕的工作，然后有一句话他一直就是记得非常清楚：If you can't walk away, then you don't have the job. The job has you. 你如果没有办法很潇洒的离开一份工作，那么你并不拥有这份工作，而是这份工作拥有你。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真的非常强大，也让我们至少让我想了很多。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哦，我们需要养家糊口啊，我们不能说走就走。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很多外部因素是难免的，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你离不开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很喜欢这家公司，很喜欢这家工作吗？还是说你离不开仅仅是因为那份薪水，或者是你害怕你没有办法找到下一份工作？那这个反正有很多角度可以去思考，比如说你如果害怕离开，害怕你找不到下一份工作，那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你现在的技能是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找到下一份工作？那我们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去学习，或者是累积自己的实力、经验，来让你不会再被现在这份工作捆绑，让你有
去别的地方，去更想去的地方的那份自由。对，然后这是我觉得很值得听的10个建议。如果你想看它全部21个职场的建议，你可以去那个 description 里面找那个 link。那对，就是感谢大家看这期视频。如果你喜欢，欢迎订阅或点赞。那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也想就是多去看一些、学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好的，谢谢。